新妇人欧贝共。你今天过得还好吗？有没有什么想要和我分享的呢 ？Hello， 我是啾啾，欢迎收看《新妇人欧贝共》。前阵子啊，或者是说到现在，都蔚为一阵风潮的 ASMR。没错，我今天要来跟风啦。好啦，与其说是跟风，应该说是我本人对 ASMR 这东西还蛮有兴趣的，也看过一些影片，所以呢，今天就尝试自己拍了一个可以引发 ASMR 反应的影片。那在我放出这个影片之前呢，我们先来认识什么叫做 ASMR 吧。ASMR 看它的名称就知道说它一定是一段英文字的缩写嘛。那它的英文全名呢就在这边。好，那我就不念了，怕就是我的英文念出来会给人家笑话。对，那它的中文名字呢叫做自主性感官经络反应，或者是又可以称作自发性知觉神经反应。那它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它会有特定的听觉啊，或是视觉画面啊等等的刺激来触发这个反应。然后这个反应的呈现呢，通常会从头皮开始，然后一路到你的下颈啊、脖子这边，然后到你的脊椎上端，会有一种发麻的感觉。那伴随着这种发麻的感觉呢，其实会是一阵比较舒服啊，或是开心愉悦的感受。那其实每个人 ASMR 触发点啊都不太一样。有些人呢可能是声音，有些人可能是画面。那被触发来的感受呢，每个人也会有一点点不同。有些人可能是很平静，可能像是在做冥想的时候会有那种很平静的感受。那有些人可能就是会比较开心啊、愉悦的感觉。那其实现在网络上有非常多就是有关于触发 ASMR 反应的影片，那有声音的啊，也有画面的，大家也许都会去参考看看。好，那现在准备好的话呢，就要来看我的 ASMR 影片咯。那欢迎大家看完之后可以留下你的感觉啊、感受，看看有没有任何触发你的任何感受或感觉，说不定也可能没有。在这边要先提前跟大家声明，就是我没有用很专业的收音设备，然后也不是专业的吃播，所以大家就是当做轻松来看，然后多多包涵这样。今天要吃的东西就是鸡排啦。其实我看之前大家大多数都是用炸鸡啊比较脆的东西，然后我今天吃的鸡排是蘸酱鸡排，所以我也不太确定它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。对，然后还有一定要的鸡排配手摇，它今天是有蒸煮的。对，好，那准备好了的话，我就要来吃东西咯。首先我想先喝一口的饮料，然后嘞，它是为了要弄出声音，我得有这个啵一声。好像没有很大声，好，没关系。小嚼，听到珍珠声吗？突然发现，就是要弄出声音，需要不太记形象。好，再来我要吃我的鸡排了。很多人说，很多我的朋友啦，说就是很想看我拍吃播，哇！或者是他们说我其实蛮适合拍吃播的，希望。它没有很脆，所以的确发不太出什么声音。但其实大家知道吗？就是其实看一个画面也是可以引起 ASMR 反应的。画面啊，然后跟声音都可以，只是这些大家比较多都是声音。所以如果今天声音没有满足到大家的话，不然大家就来看我吃东西，看会不会很疗愈好了。其实很 juicy 耶，就它咬下去的声音的时候，其实很 juicy。
吃看在镜头前要给大家好了。到时候画面就会变得很可怕。好，其实我是第一次对着镜头吃东西，然后我发现对着镜头吃东西其实没有很害羞，应该就是正常吃东西。但是因为我是用手机拍嘛，对着镜头吃东西就变得有点无聊，因为我平常吃东西都是边看手机边吃东西。不知道大家之前就是可能看过 ASMR 影片，都是对什么声音比较觉得疗愈？我有听过朋友说，因为我朋友说他喜欢看做菜的影片，他觉得切东西啊，或者放下去炒的那种刹那间那个声音就还蛮疗愈的。其实我看那影片也觉得蛮疗愈的。然后我有看过，就是那种就是明星，然后做他喜欢的 ASMR， 分享他喜欢的声音的时候，有磨咖啡豆的。哦，我觉得磨咖啡豆也蛮疗愈的，就是刷刷刷声音。你们看，它还有软骨。软骨发出来的声音好像就比较大声一点。大家吃鸡排的时候都会啃骨头的人吗？其实我觉得啃骨头也还蛮疗愈的。但其实我是真的很会啃骨头的人，就是不是有人很会啃骨头，可以啃到把它超干净，这样吗？
完事。结束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的 ASMR 影片，就是我的吃播过程啊。那其实我后来在吃的过程啊，也会觉得比想要看别人就是吃东西，或是听到那些吃东西的声音，或是看别人的画面之类等等，我发现自己吃东西反而更疗愈，更能引发我很愉悦的感觉。好了，那最后还是要给大家一个提醒，就是其实 ASMR 是一个还蛮新的东西，蛮新的概念，所以它目前是还缺乏完整的一些科学实证、科学的证明。那大家就可以把它当做一般放松的工具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是想要找一些放松的方式来进行一些医疗介入的话，建议呢还是都是要找专业的人员来帮助你，来协助你哦。然后也鼓励大家呢可以尝试的多多去寻找啊，去探索到底什么样是可以让你感到放松的事情。放松的事物，可能是其实听音乐啊，或是看影片，或是做瑜伽等等，有非常多放松的方式，大家就可以去摸索探索看看。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影片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